大家好，我们是 OK Travel， 我是阿汉，我是嘉轩。会不会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嘉轩不在旁边？因为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房车电力系统。这个电力系统，嘉轩是一无所知的。你批啦，我也是有参与的好不好？房车上常见的供电系统有什么呢？有车充、太阳能、市电、户外移动电源，还有发电机。车充呢？车充是指用车里面的 alternator 来 charge 你房车里面的电池，然后它的好处是稳定，不受天气的影响。第二个就是太阳能，太阳能顾名思义就是用太阳能来发电，马来西亚是很适合，不过阴天的时候就发不到电哦。第三个就是市电，市电是有用家里的电。然后家里电就是那种我们看到的那个3个插头来 charge 我们房车里面的电池，这种就是好处是很普遍，而且也是够稳定。第四个就是发电机，发电机就是怕吵到别人，然后也是很重，占位置。第五个就是户外移动电源，那个就是价钱就是比较贵一点，可是我自己觉得是比较适合露营，还有一些 backup 来使用的啊。现在我们来介绍房车的电力系统，我们有3片150瓦的太阳能板，40A 的 MPPT controller， 2粒200Ah 的电池，还有3000瓦的逆变器。OK， 所以我们整套的电力系统可以提供我们电、风扇，然后还有换气扇，然后还有这个水泵，就是我们可以冲凉的时候用的。还有这个很久没有什么用的热水器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冰箱。OK， 回来我们的房车供电系统，我们房车有2个充电方式，第一个是太阳能，第二个是市电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供电系统不是很完善，因为如果想要长期的房车旅行，建议有3种或以上的供电系统。然后一开始我就想，为什么我不要来一个车充？因为很多人问我们我的那个电来 charge 我们房车电，我就想，其实这辆车是2手车。然后我对这辆车的 alternator 也没有很有研究，所以我们有考虑过安装。OK， 我之前也在 YouTube 上面看过，有中国人把这款 alternator 加大，然后加大过后，在不影响车里面的电池供电情况下，再供电我们的房车电池。所以这一 part 我还在了解当中，暂时不考虑安装。那现在让我们来仔细聊聊太阳能系统里面有什么部分。OK， 第一个就是太阳能板，第二个是 MPPT controller， 第3个是电池，第4个是 inverter。太阳能板分成单晶、多晶，还有软性太阳能板。单晶跟多晶主要的分别就是单晶的转换率比多晶高，白话一点就是讲单晶产生的电比多晶多，可是价钱也比较贵，哈哈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阳能的技术也蛮成熟哦，然后价格肯定没有以前的那么贵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用1片150瓦的太阳能，有12线，12线很重要啊，是345块人民币1片，所以换来马币差不多200出块啊。然后软性太阳能板这个优势就是它比较软，比较 flexible， 可以随身携带，然后也可以安装在一些比较难安装的地方。OK， 我们的太阳能板总共有450瓦。然后我们有3片150瓦的太阳能板组成。对，我记得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，电池和太阳能板的黄金比例就是1比2，就是比如讲你有400Ah 的电池，你就有800瓦的太阳能。那为什么我们只装450瓦呢？因为我们的屋顶的空间有限，而且我有看过有些人的房车连1片太阳能板都没有，也是可以照开 aircon。我们有3片太阳能板，我们都不敢开 aircon， 就是没有 aircon 开，讲错啊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增加充电方式，至少要2个或以上。因为假设今天是阴天，太阳能板不 work， 然后至少你还有车充，你还有市电，充电方式可以 backup 啊。第2个最重要的是增加电池的容量 ，which is lead to the next point， 电池。房车电池主要分成有2种，一个是铅酸电池，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。然后这2个主要分别在哪里呢？就是铅酸电池只能放电58%，就是比如说你有100Ah 的电池，然后你只可以用50Ah。如果你用超过50Ah，然后电池就会坏掉，然后电池的容量就越来越少，减少它的寿命。第2个就是铅酸电池的重量比磷酸铁锂电池的重量差不多重一个2倍这样子。好，这么多坏处，它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够便宜。
一粒磷酸铁电池差不多200H 啊，差不多2800块人民币。一粒铅酸电池也是200H，差不多1200块，价格相差了差不多1倍多。磷酸铁锂电池它可以放电98%，就是比如说你的电池有100Ah，你就可以用差不多90Ah 的电池，这样子电池就比较不容易坏，而且你有比较大的容量可以用。像手机这样，不懂你有没有试过？就是当你的手机剩下28%的电，你的 system 就会跟你讲，快点去 charge 你的手机。然后当它18%，然后你的 system 会再提醒你，快点去 charge 你的手机电话。所有的电池跟你的手机里面的电池是一样的。当你长期去 drain 它弄到0%，电池都是会坏的，就是比较不耐用啊。对，会不耐用。回到我们房车电池，我们选择的是磷酸铁锂电池。我们的电池的正常电压是13.3V，然后每次我到12.0V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是不正常水平了。然后我就会每次进营地想办法再 charge 满它，因为你每消耗你的电池到0%，你的电池的容量就会越来越少，而且电池是你整个电力系统里面最贵的。我们的电池是200Ah，一粒差不多2800块人民币。所以我们是要好好的保护它的哦。OK， 讲完了电池，就要讲电池的容量。当然，如果你预算很够的话，你可以像一些中国人，他直接买1200Ah 的电池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开 aircon， 你可以爽爽开。可是如果你想要budget 的改，就要问我了，因为毕竟这个房车也是我 DIY 自己budget 做的。觉得如果你是想要短期的房车旅行，比如说好像是拜5、拜6、礼拜才出去，不然就是学校假期才出去，而且出去也会进营地，然后也不会使用比较大的电器，像吹风筒啊、冰箱啊那种，烤炉那种吹风筒讲过了，热水器啊那种比较不会大的电器啊，这样你就可以选择100Ah 到150Ah 的 lithium battery， 还有可能配一个1500瓦的那个 inverter。可是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用那种户外移动电源，就是直接 plug in 直接用那种，我觉得是最方便最省năng的。如果你是和我们一样是中期的房车旅行，就是我们出来1个月到半年，然后才回家一趟，这样子的话，更大的电池容量或许会更适合你。OK， 我们使用了400Ah 的电池，还有450瓦的太阳能板。然后经过我们的粗略计算，就是我们一天大概用电量是1600瓦，然后太阳能可以帮我们 charge 1000瓦的电池，所以我们的电池保守估计可以耐1个星期。可是如果连续阴天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去营地插电这样子。其实我们本身也是有考虑想要装冷气的，可是我们的充电方式就只有2种。然后我记得有人留言过，我们看过这个留言，就是讲其实安装冷气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为你的房车电池充电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样为我们房车电池充电？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个 reason， 我们为什么没有安装冷气。对于在改装房车或者还在观望要买房车的人，如果你想要安装冷气，我觉得你的电池至少要是400Ah 的锂电池，然后如果你想要开冷一点的话，600Ah 或以上的可能更加适合你，而且你还要多一点的充电方式。Inverter 逆变器很好理解，它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把你的电池的电逆变去家用电，就是 DC 转 AC。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房车的电就是12V DC， 然后过后它就是转去家用电220V AC。我们房车上面12V 的有我们的灯泡啊，这个风扇啊，全部是12V。还有冰箱哦，还有冰箱，对。要转去通过逆变器转去220V 的 AC 的有电脑啊，charge 电脑，charge 电池，还有那个摇头风扇，可以摇头的风扇也是220V 的家用电。OK， 常用的逆变器是重振旋波逆变器跟修正正旋波逆变器。我们用的是 Pure Sine Wave 的，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噪音就比较低，就是它现在开风扇，然后我看你也是听不见的，然后过后它的就是噪音低，然后过后整体的效率比较高，可是坏处就是比较贵一点。修正正旋波的逆变器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它是比较小个，然后它的价钱相对的是便宜很多，可是它的效率就比较低啦。可是这个就适用在那些房车比较小或者空间有限的人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OK， 这里想提醒大家，就是其实买逆变器要很小心，因为我看过上网很多网络上面很多商家比较无良的商家，就是乱虚标。然后你买这个逆变器，最主要是从外观上面去看。Pure Side Wave 的逆变器是比较大、比较重，通常也是比较贵。然后那个 Modified Side Wave 就是通常比较小巧啊，所以你们要去从外观上面去辨认啊，而且你要去从，好像如果你去淘宝买的话，你要去天猫买啊，或者是比较有品牌的商家那边去买比较好。所以我觉得选择 inverter 很重要。如果你买到虚标的 inverter， 比如说它标2000瓦。然后过后你就真的信它用2000瓦的电器，实际上它只可以用1000瓦的话，这样的话它的 inverter 就会过热，然后过热的话可能就会着火，这样子或者坏掉啊。对，或者坏掉。最好的情况下是坏掉，最坏的情况下就是着火呀，这样子。所以选择 inverter 真的是很重要。那我们其实房车的系统有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就是我们的 inverter 买到3000瓦。然后我们的电池的持续最大功率只可以出到1500瓦，这样其实我们只可以买一个2000瓦的 inverter 就够了。以后你们买电池，你们就要去看它的持续最大功率或者持续最大放电量，他们会有写的，你们也可以去问商家或者电池上面都有写这样子。OK，controller 主要分为有2个，第一个是 PWM， 第二个是 MPPT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。你这样子听你就知道哪一个比较厉害了哦。OK， 他们2个主要分别就是 PWM 只是把太阳能所发出的电转换成电池的电，然后 MPPT 就不同了，你可以上网自己 Google 看，有很多比较学术性的解释，我就不跟你讲。就是总而言之，就是 MPPT 比 PWM 还要好，它的转换率比较高，价格也比较贵。然后刚刚我有去上网看，一个 PWM 是10到15块马币就有了，可是 MPPT 可以卖到370块到400块之间啊，或者更高都有。OK， 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有 budget， 我会建议你去买 MPPT controller 会比较好。这样，如果给多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改进什么部分？你讲房车电力系统啊？是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房车电力系统蛮好的，你在也是用电自由啊，你想用电就用电。然后很多人就问我们，为什么不要装冷气那些？可是我是觉得你在马来西亚，你碰到很热的天气，也就是那几天啊。然后你也可以很多方法避暑嘛，你可以去酒店，你可以去 mall， 你可以去 cafe 那种避暑。所以我觉得暂时还不需要装冷气，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啊，暂时还不需要装冷气。可是如果硬讲要装一个冷气啦，我们整个太阳能系统整个 battery 可能都要 upgrade，是蛮大的一个 cost 啊。对。将去抵在你们的房车系统还是完全取决于你们的个人需求、你们的生活习惯那些。可是我住了房车有6个月啊，我是觉得真心话是觉得你们住房车你就不要 expect 你在家里这样子用电自由、用水自由这么舒适。我在房车上我也是有省水省电，这跟房车电力系统没有关系。不过这是心里话 ，OK。好了，我们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对，关注房车不迷路。拜拜，各位，我要记录今天，就是这个人，他讲话卡到不行，录到11点半。拜拜。stop，你看啊，我这2874个字，在1个小时半写的。来，评理，睡觉放工一条龙。第2个是试电，然后各位太阳，你不要点头，你会让我乱。